最近全国各地的商场都在流行搞上课偷吃大赛，吸引了很多成年人和学生参加。前者普遍很紧张，可能是离开校园太久，功力不在，连偷吃都显得有些狼狈。反倒是小朋友们正赶上实战经验丰富的时刻，特别懂得抓住老师的视线盲区，偷吃起来快准狠，不愧是现役选手。这样的活动看起来很欢乐，也勾起了很多网友们的怀旧情怀。不过一旦带入老师视角，感受就不同了。有老师直白地说，心里不太舒服。明明上课偷吃是一种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，结果现在成了比赛，赢了还能拿奖。他们很担心，如果社会都这样变相鼓励上课偷吃，那么以后老师怎么教育学生呢？从比赛规则出发，老师不再是老师，不再是教育者，反而变成了一个可调戏的 NPC， 一个需要被参赛选手绕过去的障碍物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在课堂上强调的规则也被变成一种可以被消费的笑料。你在这边严肃认真的管，人家在那边笑着玩。你管得越认真，那边看起来就越荒诞。本来现在当老师就难，结果社会和家庭还在这里往反方向使力，难怪有老师看了很崩溃。往深了说，这种不舒服不是针对某一个比赛，它背后的潜台词是老师越来越不好当了。过去不管家长和学生私下怎么想，至少在公共层面，大家都认可学校是学知识的地方，课堂纪律要遵守，老师的权威应该被尊重。如今共识被打破了，老师不再权威。一方面，网络改变了学生的某些认知，学生在网上看到的、学到的、被影响到的每一套态度和观念，都会原封不动地带进教室，所以老师面对的不再是白纸，而是一些已经被互联网充分训练过的脑袋。老师讲了一句话，老师发了火，老师背了一个很贵的包，也都很可能变成学生的素材，变成网络上被传播的梗，被讨论的段子。课堂上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被拍摄、被剪辑、被传播、被解构成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当老师在学生眼里的形象从权威变成了素材，课堂就不再是让人敬畏的地方了。糟糕的是，读书无用论又出现了，网络上到处都是没读书的人照样赚大钱的故事。这些声音对未成年人来说特别有穿透力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去分辨哪些是幸存者偏差，哪些是普遍规律。受这些观点影响的学生会把上课当作一种任务，而不是一个需要投入的状态。当学生都不觉得课堂有什么分量的时候，老师管纪律就变成了一种无能为力的行为，老师的权威性也就随风消解了。另一方面，家长的态度也有所不同。以前老师是权威，家长都得听老师的，老师教育孩子被认为是天经地义，甚至在很多地方体罚都是默认选项，孩子在学校挨了训，回家还得再挨一顿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生育率在降，学生越来越少，需要的老师自然没那么多，对老师的要求就卷起来了。供需关系一变，家长成了更强势的那一方。偏偏这些家长可能是对自己孩子操心最多、要求最细也最焦虑的一代父母。他们希望孩子成绩好，同时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，最好还能快乐学习，还要让个性被关注，天性不被抹杀，情绪得到重视。在校情况也要及时反馈，总之任何事件都能得到完善处理。但老师的精力是无法匹配家长全部的期待，结果就是双方之间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摩擦。我听过几个很离谱的例子，有家长因为老师多布置了作业，举报老师加重学生课业负担，学校只好找老师谈话。上课声音太大了，也会被说影响心情。学生手破了，老师帮忙做了包扎，转头还会被扣上非法行医的帽子。感觉有些时候家长要的不是教育，而是交代。所以我也常常看到有老师说自己最大的任务不是教书，而是自保。上课之前得想想这句话会不会被录像传上网，跟家长沟通得想想这条消息会不会被截屏举报，批评学生得想想孩子回去怎么说，家长信不信，会不会引发投诉。所以当老师的权威不再是天然应该尊重的，而是变成了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，老师们自然会不舒服了。话说回来，老师的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，并不意味着偷吃大赛本身就是恶意的。大部分参赛者走进商场参加或者观看比赛的时候，想法很单纯，就是想怀旧一下，不存在什么挑战教育权威，更没有针对老师的意图。上课不能吃东西，成立的前提是真的在上课，但商场设计的课堂，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。而且上课不能吃东西这条规则本身确实不算什么铁律。有人提到，
以前老师是允许他们在上课时吃些小零食，前提是不影响别人。这至少说明大家对规则的严肃程度本来就有不同的判断标准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不过侧面看来，时代的底层逻辑也确实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会发现，在当下这个娱乐化的时代，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来娱乐的了。